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片我为大家分享了一个上个星期在马股里也算是非常有话题性的事件，那就是尘封已久的大道收购案，而且也探讨了对 Gamuda 和 Literate 的影响。股价暴涨，真的有机可乘吗？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片我将会来为大家分享一家算是非常有名的马股 EMS 公司之一，看看他们未来的趋势和最近遇到的小麻烦问题到底大不大。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说到 EMS 公司，很多人应该就会想到 ADA-MS， 毕竟之前的新闻也让他们的股价大跌。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说 ADA-MS， 而是说另外一家 VS Industry。那这里必须先来简单的介绍 VS。他们是综合电子制造服务 EMS 供应商，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截至2020年，他们在 EMS 的领域排名是挤进了全世界前50名，排在第23名。而他们的业务就包括了产品设计、模具设计与制造、注塑与精加工工艺、最终组装、盒装与测试、供应链管理和 PCBA 与电子机械制造。那这里也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 PCBA。那简单来说， PCBA 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 就是在所有的组件都被焊接并安装在印刷电路板 PCB 上之后的成品版，而 VS 就负责制造它们。除此之外，他们的其中一项优势就是他们也是属于 ODM 和 OEM 的公司。那 ODM 就是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也就是说 VS 将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以及设计来生产出相应的产品，然后再贴上客户的品牌。而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则是 VS 帮客户生产电器并贴上客户自己的品牌。那差别就在于 OEM 客户完全不干涉任何的设计。那根据最新的2021财政年度报告显示，其实 VS 在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子公司，就比如说越南的哈nội、中国的珠海、马来西亚的泗奈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加卡达。而当中 VS 的子公司 VS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更是在香港股市上市。那在收入方面，当中占最多比例的是美国，一共占了总收入的 42.72%， 接着排在第二的就是马来西亚，占总收入的 29.33%， 而排在第三的就是印尼，占总收入的 8.9%， 而其他涉及比较少数的国家就有欧洲、中国、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等等。那简单的介绍了他们的业务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最近的股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截至2022年4月13日 VS 的股价就已经从最高位下滑了超过 50%， 甚至当中有几个时间点的波动是特别大的。那接下来的影片也会给大家讲解其中的原因。那除了 VS 之外，我们也看到其他的相同领域公司的股价都遭受到了重挫，其中就有 SK Press 和 ADA-MS， 而 ADA-MS 更是下滑了超过 80%。 相信这一个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今天我们会把重点放在 VS 身上。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VS 这个季度的业绩。那这个季度他们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968个 million 上涨到了1014个 million， 也就是增长了大约46个 million， 4.78%。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39.4个 million 上涨到了 44.5个 million， 也就是上升了 5.1个 million， 或者是 12.9%。 至于盈利率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4.1% 上升到了 4.4%。 所以与上个季度来做对比的话，他们的业绩算是得到了不错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对比去年的同个季度，盈利则是下滑了 19.3个 million， 或者是 30%， 而盈利率也从 6.4% 下降到了 4.4%。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这个季度比去年差呢？管理层的解释就是，虽然这一个季度的订单增长加强了他们的收入，但是盈利方面的下滑确实潜在几个原因，其中就包括了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那劳工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的短缺，而原料则是因为供应链的中断，特别是零部件短缺，而导致运营效率降低。然后就是新设施产生的较高折旧，所以这个季度的盈利有所下滑。那
大致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之后，我们可以得出，其实导致他们如今盈利低迷、股价低迷的原因有3个，那就是第一，半导体短缺导致的原产品成本上涨；第二，员工短缺；和第三，这一个季度的新设备折旧过高。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解剖这一些原因。那从第一个开始，那就是半导体短缺，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季度他们的成本价格上涨，而一般情况他们都会把成本的价格上涨转嫁给客户，但是这一次有了 time lag 时间带色，所以导致一部分成本无法转嫁给投资者。那他们表示，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他们将会继续转嫁成本给客户，所以成本上涨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之后就是外劳的问题，也相信是之前造成股价大跌的其中一项原因。那主要就是因为 MCO 之后，因为国家封锁太久，有些外劳的准证已经逾期，甚至有一些外劳已经回了祖国，而且我国无法引进新外劳，而导致他们的人手严重不足。那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影响了 EMS 领域，其他的领域包括种植业、建筑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 VS 表示，如今的外劳问题应该会随着国家的解封，在未来的2到3个月内得到解决。此外，他们也有大约3700名的外劳国大配额在手，所以应该不会遇上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如今也在积极的招聘本地员工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这里也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未来他们雇请外劳的时候，一个外劳的雇请成本大约是1万令吉，所以相乘之下，他们大约会有一个不多于37个 million 的一次性花费。那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季度的新设备折旧过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季度的美国区关键客户的产量有所降低，所以导致在2022财年第一个季度才开始为这个客户设置的新设施成本过高，而无法抵消折旧。但是相信在未来的几个季度也将会得到改善。那除了这3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也表示他们在未来也将会为他们的客户 Y 的新产品增加盒装组件，这也将会再次提高他们的盈利。此外，他们也预测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得以减轻他们劳工短缺的问题，以达到更好的盈利率，而且达到更高的履行率和交货率给其他的主要客户。除此之外，他们也将会继续扩张。在2021年时 ，VS 在罗佛的4奶的 iPark at Senai Airport City 就收购了6片面积大约是413682平方尺的土地，目的是为了建造生产设施，以满足新客户的订单。而且 VS 也表示，他们已经完成了这项扩张的设施，所以预计也能够提升 VS 的业绩表现。那在为大家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并且声明此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那回到来总结，如今我们可以看到 VS 之前导致股价下滑面临的问题也正在一一的被消化，也总算是从雾霾中走了出来，剩下的就是等着盈利反弹做出最后的确认。那以目前的你们觉得 VS 的股价如今低迷是不是一次捞底的好机会呢？还是说你们认为未来美国加息还会再次影响科技股的走势呢？那觉得会反弹的朋友们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还不够低的请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